提到将盟，大家一定不陌生啊，也是一个老品牌了。但是从去年酒吞童子开始啊，我自己一直觉得它算是进入了一个2.0的时代啊。我也基本是把它当做一个当下的新品牌、新厂去看待的。而今天呢，作为这个将盟2.0开启了一个动漫 IP 有正版授权的产品啊。做的是小乔二大，各位老铁们大家好。今天依旧是一款情怀向的玩具，将盟和甲午动漫共同制作的北斗神拳拳四郎。目前拿在手中的话是大货样啊，但是包装的话并非最终形态，所以我们就不去啰嗦了啊。值得肯定的就是它外表峰绘，这个美术还是很足的。将盟一贯的就是浓墨重彩的这种北斗神拳这个 IP 呢，人物造型上我觉得也是他们比较适应、舒适的一个形象啊。先看体积上。拳高的话在18厘米左右，个头不算小。身材比例上呢很夸张，就是胳膊一伸，大臂比脑袋还粗的那种夸张风格。整个造型来讲的话，还是像我之前说的啊，就北斗神拳的设定上很有棱角、线条感很足的人物是比较适合于将盟美术的发挥的，非常多厚重的凹凸不平的这种线条。同时呢，也在颜色上做一搭配，有一个明暗对比的那种感觉，还有点流动的动态的效果在，这个就蛮夸张的啊，和它峰绘那个表现比较相似。去年玩的那个酒吞童子，复杂的那种肌肉质感也是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上身也有这种很硕大的肩胛，包括红色宝石的点缀。缠绕着真实的铁链铁锁，可以说即便你不去摆太多的造型，站在这里就会有一个不错的动态效果。当然了，关于这个造型上也看到大家的一些想法或者争议啊，就觉得是不是太过于夸张，和本身动画中那个废土风格有些不一样啊。但实际如果你看过漫画的话啊，应该能联想到它这个造型应该灵感取自于漫画的峰绘，华丽的形式搭配在剑次郎那身牛仔服上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这些华丽的装饰与本身废土的风格并不冲突。北斗神拳自身也是类似于这种歌剧的一个形式啊，我一直觉得。况且这次这款产品是由袁哲夫亲自监修，可以说是根正又苗红。更丰富、更复杂造型，肯定对于这样一个个头不算小的玩具有更多的增益。当然，这个风格造型就是见仁见智啊，这里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一些比较亮眼的小设计啊，比如说臂膀，还有腿部红色绑带，长靴后端的马刺，这个精度还是蛮好的。全身缠绕的皮带。细节分色上，个人觉得处理的也不错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头雕部分啊，可以说是北斗神拳系列的这个玩具产品中拔尖的一个头雕啊。发色上呢，也是蓝黑渐变那种感觉，同样的还是老漫画峰绘上大家能够看到的那种效果。脸部造型呢，实际我在以前看北斗神拳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联想，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有点借鉴李小龙的感觉的啊。很锐利的那个相貌，五官非常的突出，面部也能看到明暗交替的那种涂装效果，这是为了让整体面部更具有立体感。2D 或者2次元的这种偏硬朗的线条是很难以呈现的。作为手办或者人偶的头雕，往往会在面部加入一些实际的黑色线条。这款没有用那种方式，我觉得是比较大胆，这种效果也蛮不错。然后像是五官部分啊，这个眼睛啊、嘴巴呀，这个涂装精细程度，都完全 OK 的啊，可以的。神态表现，这个表情，我觉得也比较到位。可以说这个头雕把整体的形象气质都拉高了一层啊。当然，本体部分也能去还原爆衣后光着膀子的造型啊。右侧这里啊，能看到一个隐藏的搭扣。
这里虽然是软胶材质啊，但是真正想要把它完全拆卸下，还是需要自己动一动手的，要把躯体分开，再把衣物取下啊。当然，它的隐藏做的蛮不错啊，穿着衣服的时候，整体造型、身形上不会臃肿，异性也完全 OK。光膀子之后啊，内部的肌肉造型还是一样啊，很夸张，带有一些阴影涂装效果。前胸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疤痕的塑造啊，够深的。精度和锐度也 OK。当然，可动部分的话啊，咱们还是穿衣服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啊。首先，头部很长、很健壮的这个脖子单独分件，前后俯仰左右这个角度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干涉的啊。两肩部分，这里也可以上抬，为手臂的平举提供避让。肩膀内部呢也切了一个关节，配合大臂的平转，达到更好的抱胸效果。曲肘这个幅度也可以啊，毕竟这里肌肉还是很膨胀的。但是腰部的话啊，在穿衣的情况下就会相对弱一些，保证它这个造型的一体性嘛，我个人是可以接受、能理解的。大腿根部的下拉关节比较紧啊，这里一定要抽到位，侧摆幅度实际是比较大的。腰带也是单独的结构，可以向上抬一些。屈膝部分完全够用。脚踝部分向前、向后、左右接地，需要调整一下关节角度。脚尖这个部分同样具备上抬，鞋底呢也具有刺膝啊。这里翻过来能看到鞋底的精度也都不错啊，同样有北斗的一个造型设计。配件方面啊，还是先看手型，额外附有11枚啊，这个很够用。可以说是根据漫画中不同的造型或者说武术动作做出了不同的设计。左手部分除了手套造型以外，还单独附带了1枚裸手，以适配脱掉上身服装之后的暴衣造型。这次腕部连接的这个关节球头也用了金属零件啊，所以强度还是不错的。但手型在第一次替换的时候还是很紧的啊，这里可以自己拿这个吹风机感化一下。护臂这里是可拆卸的结构，中心处呢也有一个环状的防穿帮的分件，替换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小零件啊，不要丢掉遗失了。然后是武器啊，双节棍，中心呢采用了金属的锁链连接，表面的精度还可以的啊，有一定的这种仿照缠绳的设计，还做出了一些分色。收纳的时候啊，可以直接放在腰间的这个小袋子里。最后是特效键啊，如残影般飞出的这个拳头。这想法很有趣啊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替换手型，可以实现动画或者漫画中拳速极快、握着残影的夸张形式。特效键的这个锐度也是比较高啊，边缘处还是有一点扎手的，造型蛮好啊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来讲不错的。这个替换手也和正常手型一样啊，安装时候用力的时候要小心啊，不要刮伤到自己。连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特效键也有一定厚度嘛，因此把中间这个环状的防穿帮小零件拿掉就行了。体验上来讲啊，我觉得将盟的这款北斗神拳很有诚意的一款，造型上呢加入了自身的一些小的设计，照比动画来讲更加夸张。同时呢，具备光膀的不同造型的替换，第一次拆卸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好的地方是，无论穿衣造型还是光膀造型，它这个流畅性啊、一体性啊，造型上都很不错。穿衣不会臃肿，脱掉呢也不会太过干瘦。玩具本身也足够扎实啊，掰了一下，目前的体验略紧一些，但是对于大魄力动作来讲，支撑性更强，也可以借助脚部的磁吸做出单腿的一些造型。但如果在配件上追加一个磁吸地台，会更友好一些。头雕的话是最亮眼的一个部件啊。无论是横向来看还是纵向来看，北斗神拳的系列玩具中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头雕都是第一梯队的，很出彩。这里可以感受到啊，将盟这种很厚重的、类似于油画的、比较复杂的美术风格，也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在原创玩具上，做这种 IP 类的产品也是有可取之处的，尤其是类似于厚重的、重色彩、线条粗犷、复古向的二次元造型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是一个北斗神拳的粉丝，或者是情怀向的玩家，
或者你只是喜欢这种厚重的玩具造型，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